是王炸组合首次合体的珍贵一项。众所周知，全红婵和陈芋汐是单跳领域的绝对王者，两人合则天下无敌，分则各自为王。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，他们竟然遭受到了外界的质疑，因为双人跳水更注意队友之间的配合和默契，而俩人在此之前仅在一起训练了3个月，所以这次的国际大赛，很多人都不认为这对组合可以夺冠。不过王者生来就是为了打破质疑，随后在比赛中，全红婵和陈芋汐用绝对实力让这些质疑声烟消云散。这是2022年布达佩斯跳水世锦赛女子双人10米台预赛的比赛现场。本次比赛不仅仅是决定下轮比赛的出场顺序，更是各个国家队之间的互相试探。此次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网拍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，虽说俩人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是仅只有3个月训练的默契，也让外国跳水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所以此次他们派出了强大的阵容，其中不乏一些搭档多年的跳水组合。那初次配合登台的王炸组合能否抵住压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首先登场的是美国队，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后得到了46.2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一跳同样是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稳定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0.4分。德国队的第一跳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8.00分。接下来就是王炸组合的第一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王炸组合的第一跳便得到了50.4分。第一轮结束，马来西亚队和中国队并列第一，由此可见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。来看美国队的第二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4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二跳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出色的一跳，再次拿到了49.8分。德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8.6分。中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渐入佳境的王炸组合这一跳得到了53.4分。第一轮中国队仅领先第2名，马来西亚队3分。不过来到第3轮，动作难度将再次升级，到底哪个国家队会露出破绽呢？我们来看美国选手的第3跳，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只得到了68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3跳同样是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60.3分。德国队的第3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得到了64.32分。中国队的第3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稳稳一跳得到了77.4分。这轮难度升级后，很多选手都原形毕露，而中国王炸组合则是趁机拉开了分差，以181.2的总分排名第一。来到第4轮，美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最后得到了69.12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这一跳更加是离了个大谱，直接致敬了隔壁菲律宾的兄弟，最后仅得到了52.8分。德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马来西亚和德国队的这2跳，连菲律宾跳水队看后都要直呼内行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两个国家队的失误也将场馆内的气氛降至了冰点。随后王炸组合登上了赛场，他们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完美一跳得到了83.52分。王炸组合的这一跳也是在宣告全世界，当他们并肩作战之时，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无敌的存在。本轮战罢，中国队遥遥领先，此时还剩最后一跳。虽说比赛的悬念已经不是很大，但是现场人们仿佛是挖到了宝藏，他们期待着王炸组合还能迸发出多少惊喜。美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8.16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3.36分。接下来就是中国队的最后一跳，全场人都屏气凝神，一起来欣赏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。非常流畅啊，一气呵成，两个人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啊。我们从画面这个旁侧的镜头看过去，就像一个人在跳水一样。此刻全红婵和陈芋汐已经和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合二为一，空中的俩人仿佛如复制粘贴一般，从侧面丝毫看不出是两个人在跳水。最后王炸组合轻松获得了第一，向全世界宣告最强双人组就此诞生。最后让我们给王炸组合鼓掌点赞，你们是我们的骄傲。
等班吧，伤全域复出。全红婵首秀再次技惊四座，赛后采访初心不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卓越之巅》。中国体坛冉冉升起了一颗超级新星，全红婵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血。此前因伤缺席队内测试赛，让不少网友表示担心。毕竟盛名之下的隐忧并不少。跳水女运动员的身体发育晚，全红婵还没有度过和新教练陈若琳磨合的效果又是怎么样呢？在最新的一次队内测试赛中，这些疑问的迷雾通通清除了。全红婵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，和陈若琳之间相处的也很好。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张家齐并没有像传言那般直接退役，在这次测试赛中同样现身了，还和全红婵一起冲着镜头做起了剪刀手。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聊聊中国跳水队接下来的首要任务，就是备战亚运会，争取继续延续梦之队荣光。虽然人才济济，但绝对不可掉以轻心。说起来，距离上一次队内测试赛仅过了半个月之余，足以见周继红对大家的严厉程度，同时也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用心。这一次不仅邀请了部分在京训练的地方队选手，还设置了达标分数，其中备受关注的女子双人10米台达标分数为340分，比东京奥运会时陈芋汐、张家齐的夺冠分数低了23分，但比国外运动员最好成绩高了近30分。周继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这一批新人在训练中都很刻苦，如果不进行比赛，对于后期他们的训练和调整都会有很大影响。万众瞩目下，全红婵和陈芋汐这对新组合迎来了镜头前的首次亮相，这也是全红婵伤愈复出的第一次公开站上10米跳台。3个自选动作，两人的完成度都很强，尤其是407，不仅在同步配合上非常有质量，个人技术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全红婵还又一次上演了水花消失术，几经试做，最终两人拿到了349.74分，超出达标线近10分，圆满完成了测验任务。周继红在将他们叫到场边指导时，也是满脸笑容，看得出来很满意。而此时的全红婵还是那个腼腆又搞怪的小姑娘，让不少网友忍俊不禁。当然，这绝对不能称之为完美。全红婵对自己的要求依旧和以往一样，标准很高。当记者问到她个人的感受时，她表示一般般吧，跟训练没啥区别。当被问到究竟是训练表现好，还是比赛表现好时，全红婵认为训练时更好。对此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一起交流互动。